欢迎来到智者见智频道。今天咱就唠唠吃饭这档子事。别看吃饭是件日常的小事，里头可藏着不少学问呢，能瞧出一个人的品性来。有时候你想知道一个人靠不靠谱，不用费太多心思，就吃顿饭，看他吃饭的样子，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尤其是遇到下面这4种吃饭习惯的人，可得留点心，合作交友都要慎重，千万别把真心错付了人。第一种，挑挑拣拣，把筷子当探宝工具的。你见过没？吃饭的时候，筷子就像是在寻宝似的，大伙儿都坐一块，热气腾腾的，菜香四溢，他却一脸专注的在盘子里挑肉，翻来翻去，非得把每一块肉都挑出来吃才满意。看着他一个劲儿的扒拉菜，其他的都不管，结果大家都没什么菜吃，只剩下他嘴里满满的美味。这种人啊，其实挺自私的，只想着自己的需求，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分享这事儿对他来说好像是个稀罕物，他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做事也很少考虑团队和大家的利益。你要是和这样的人合作，基本别指望什么公平共赢，只要涉及利益，他肯定只惦记着自己，什么大局观、承诺、信任，这些在他那儿都靠不住。这样的人做事可能会非常自我，大家的信任和承诺根本无法在他那儿扎根。你说他能把别人的需求和利益看得那么重吗？其实啊，大多数人都是希望能和人合作，互相理解共赢的，但和这种人打交道，恐怕就只能自认倒霉了。第二种，吃饭选餐厅只顾自己，完全不听别人意见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每次一起出去吃饭，餐厅永远是他说了算，不管大伙儿想吃啥，他只管按照自己的喜好选地方，完全不管别人是不是喜欢。有时候你说了一句这家菜可能不太合我胃口，他却轻飘飘一句就这儿了，别挑了，好像你的意见根本不重要。其实这样的人和他相处久了，真的很累，因为他心里只有自己，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吃饭这种小事都能看出来，他做什么都只想自己舒服，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替人着想。生活里谁不希望能被理解、被尊重呢？可跟这样的人相处，无论是朋友还是同事，你会发现他总是一副你就得配合我的姿态，根本不会为别人让步。这种自私的行为让人不知不觉地疏远他。所以说，做人还是要多一点共情，偶尔也问问别人喜欢什么。尊重别人不仅是一种教养，更是一种把关系维护好的秘诀。毕竟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忽略的感觉，对吧？第三种，吃饭吧唧嘴，不注意形象，还一直低头玩手机的。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和一个朋友出去吃饭，本来想着好好聊聊天，可他从头到尾不是在吧唧嘴，就是低头玩手机。吃饭吧唧嘴吧，可能他自己觉得吃得很香，但你听着就崩溃了。更别提那种低头刷手机的，完全不搭理你，好像你是空气一样。其实吃饭这个场景很能看出一个人的细节和态度。吧唧嘴不注意形象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形象和礼仪没什么要求，觉得随便点无所谓，但这些小动作在别人眼里会显得很没分寸感。至于吃饭玩手机的，连基本的交流都懒得给，对身边的人毫不在意，谁会愿意和这样的人长期相处呢？吃饭时有这种行为的人，一是不注重细节，对自己的形象和礼仪不在意；二是缺乏对别人的尊重。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种人无论是在健康上还是人际关系上，都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种，抢最后一块菜，完全不顾别人感受的。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尤其是在聚餐时，大家坐在一起，一桌子菜，剩下最后一块鸡翅，你心里可能想，其他人是不是还没吃呢？
要不我稍微等一等。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会顾及其他人，心里想着是不是该给别人留点，毕竟大家一起吃饭，大家都有份，保持一点谦让也是正常的。但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根本不管别人感受的人？他就直接伸筷子夹走那最后一块鸡翅，嘴巴里连个大家要不要都不问一句，就拿抹抢走了。这种人心里只有自己，根本不考虑别人，他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有没有机会尝试，自己吃完就完事，完全没有体贴和顾虑。看着他那么理所当然，你心里难免会有些不舒服，甚至你可能会想，我是不是太小气了？这不就是一块鸡翅吗？但其实这不只是关于鸡翅，很多时候这种人会在不经意间让你感受到他的自私。假设他是你的朋友或者合作伙伴，日后有些事情，可能他也这么对待你，做事只顾自己，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和他相处其实很累，因为他很少顾虑别人，总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打转。吃饭这件小事看似无关紧要，其实能折射出一个人最真实的品性。挑三拣四、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感受的人，无论是做朋友、谈合作还是找对象，都要慎之又慎。毕竟人品不好的话，早晚会给你带来麻烦。细节见人品，小事见人心，事实是什么呢？细节和小事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你觉得呢？所以下次吃饭的时候，不妨留心观察一下吧。话说回来，吃饭时有那种习惯的人更值得交往呢。第一种，吃饭比较慢的人，他们往往思维很缜密细致。你看他们吃饭时从不急匆匆，慢慢咀嚼，享受每一口。这种节奏感就像他们做事的态度一样，总是经过仔细考虑，不会冲动行事。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满了理性和耐心，仿佛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你总能感受到一种安稳的力量，因为他们做事不急不躁，待人接物也很讲究分寸，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所以和他们在一起，心里会特别踏实，你可以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的每一步都考虑得很周全，不会轻易做出不合适的选择。他们就是那种能够给你一种温暖、稳定感的人，哪怕是平淡无奇的一餐饭，他们也能让你觉得特别有意义。这样的人值得交往，因为他们有耐心、有智慧，而且总是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和他们在一起，不仅是交到了朋友，也是在和一个很靠谱稳重的人建立关系。第二种，吃饭时一声不吭，默默吃饭的人，可能给人感觉有些冷淡，他们坐在那儿默默吃饭，不爱说话，似乎不太关心周围的环境和人，甚至让你觉得他们有些疏远。但其实，这样的女人往往非常谨慎和内敛，她们不急于展现自己，可能觉得自己不需要通过语言去和别人建立联系。其实这类人通常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只是他们习惯了慢慢观察，先看看周围的人是否值得信任。他们不轻易敞开心扉，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珍惜和人建立的关系。他们更喜欢用时间去考验一个人，看到真正的真诚和可靠后，才愿意深入了解和投入感情。所以，如果你想和他们成为朋友，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和时间。在他们逐渐放下心防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真诚和温暖的人。虽然他们的热情来得可能有点慢，但一旦打开了那扇心门，你会发现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值得珍惜。第三种，吃饭既不慢也不快的人。有些女人吃饭的节奏既不急也不慢，看似很平常，但其实这种节奏感背后藏着他们的自信。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节奏有一种特别的掌控感，
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慢脚步享受生活，什么时候又该加快步伐努力拼搏。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他们坐下来吃饭，动作轻松从容，这正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从容不迫，心态平和。他们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做事的节奏感恰到好处，能快速判断出该如何行动，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稍作等待。如果你和他们合作，无论是在事业还是生活中，都能感受到他们的靠谱和稳重。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决策，带领团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让人感觉到一种安全感。这些女人不是急功近利的类型，她们知道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的，既有耐心又有智慧。而这种节奏感和自信的表现，也使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游刃有余。你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呢？除了上面提到的3种吃相，也不妨留意身边这几种吃饭习惯的人。一种是吃饭速度极快的人。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吃饭特别快的女人？你们约好一起吃个饭，她却像是比赛似的，几分钟就把自己的盘子清空了。她吃饭的速度比别人快很多，仿佛总是急着把吃饭这件事做完，然后去做其他的事。其实这种现象背后，往往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他们对时间的把控非常严格，总是不愿浪费1分钟，哪怕是吃饭的时间。可能大家都经历过忙碌的一天，想吃饭就得赶紧吃，但有些人吃饭的速度甚至快得有点让人不太舒服。他们总是在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很难沉下心来好好享受一顿饭。这种女人通常性格上比较急躁，做事非常高效，像是给自己设立一个定时器，所有的事情都要快。但有时候快并不代表一切都好，他们或许不太能忍受等待，或者在面对慢节奏的环境时容易焦虑。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时间的紧迫感，似乎每分每秒都在追赶着什么。其实他们也需要有时候能放慢脚步，享受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要知道，生活不一定非得像赛跑一样，偶尔慢下来，反而能看到更多美好的风景。第2种是严格按照某种进食顺序的人。每顿饭都要按特定顺序吃，比如先吃米饭再吃菜，或者先喝汤再吃主食。他们的生活总是井井有条，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顺序，就像他们的餐桌一样，永远不会乱。其实这种人生活中特别注重细节，做事也很有计划，心里总有一套明确的安排。每当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就会提醒大家先吃这个，再吃那个。有时候看到他们的这一习惯，自己也忍不住会跟着他们走。这样的女人通常很严谨，处理事情也很有条理，不会随便草草了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有条不紊的推进，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可是有时候他们也可能太过严谨，太在意规则和顺序，甚至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也会显得过于坚持。这时他们会让人觉得有点压抑，好像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走，不能有一点偏差。说实话，虽然这种性格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紧张，但其实也是一种让生活更有秩序感的方式。只是当这些规则太多太严格时，我们偶尔也会希望他们能放松一些，允许一些小小的混乱和自由的空间。第3种是从不挑食的人。这类型女人，她们吃什么都能轻松接受，不会挑3拣4的。在生活中，这种女人通常性格也特别开朗，不会小心眼，总是给人一种大方随和的感觉。想象一下，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餐桌上的菜什么样，他们都能愉快的尝试，甚至还会主动推荐一些大家没试过的东西。他们不在乎细节，能轻松享受当下的快乐，而不会因为一丁点的小事就耿耿于怀。
他们待人也很宽厚，不管是朋友还是同事，都能包容别人，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在交朋友时，他们总是那种乐于接受、乐于分享的人，身边的朋友也自然多，因为他们的性格让人觉得轻松自在，不会觉得有压力。你和他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甚至连一丝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他们不计较琐事，也很少会因为生活中的小事而烦恼，总能从容面对任何挑战。生活中的他们像一股清风，给周围的人带来的是轻松和舒适的氛围，让人不由自主的喜欢和他们相处。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呢？是不是也能从自己的用餐习惯中看出一些生活态度呢？除了个人饮食习惯，世界各地的吃饭习惯差异深刻影响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你有没有注意过，不同地方的人吃饭方式其实能反映出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与人交往的方式呢？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大家吃饭时通常是各自坐在自己面前的餐盘前，吃东西的节奏比较随意，每个人都很独立，不太和别人分享食物。你看，这样的用餐习惯其实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他们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独立。而在很多亚洲国家，比如中国或者日本，大家吃饭时通常会把食物放在中间，大家一起分享，这其实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天，像是一种加强彼此联系的方式。这种习惯反映出他们更看重团体的和谐与亲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显得更紧密。这其实也很有意思，吃饭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能透露出这么多文化上的差异和人们的生活态度。这反映出西方人可能更习惯按自己的节奏生活，而东方文化则更多强调集体的力量和互相支持。所以下次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时，也许你就能从桌上的食物分享方式看出大家背后的文化特点和生活哲学。另外，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还能反映出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我关爱的程度。你有没有注意过，吃得好不好，其实和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呢？比如说，吃得很健康的人，往往更懂得照顾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看那些注重营养搭配，避免暴饮暴食的人，他们通常有很强的自律性，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处理事情也比较从容，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总是比较平衡，面对压力也能更淡定。反过来，那些吃快餐、吃不规律的人，长期下去，身体健康肯定会受到影响，比如体重增加或者糖尿病等问题。这些健康问题又会影响到心情，生活质量也就随之下降了。还有慢食，其实不仅仅是吃得慢，它还在教我们一种生活的态度。当你用心去吃每一口食物，慢慢嚼，细细品味，这样的吃饭习惯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消化食物，而且这种慢慢享受的过程也能让我们在生活中变得更加耐心和专注。那些吃得慢的人，通常更注重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对待事情也更细心，也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健康的饮食不仅仅是在照顾我们的身体，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能帮助我们更从容、更健康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如果你想调整吃饭习惯，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关键是从小细节做起。首先，吃饭别太急了，有些人一坐下就狼吞虎咽，这样不但容易消化不好，还容易让人觉得你太心急了。其实吃饭慢一点，细嚼慢咽，不仅能帮助消化，还能享受食物的味道，而且感觉也会更满足。其次，大家一起吃饭时，也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同样的食物或者吃饭方式。
有时换个角度想想，看看身边的人是不是喜欢安静的吃饭，或者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口味，尊重对方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起吃得开心，氛围也会好得多。你说对吗？最后就是吃饭时的礼仪了，有些小细节真的能让人感受到你对别人的尊重。比如吃饭时尽量避免发出很大的声音，咀嚼得慢一点，不要一边吃一边玩手机，这些都能让整个用餐过程变得更舒适。调整吃饭习惯的过程其实并不难，慢慢来，一点一滴的改变，不仅能让你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也能让与别人共度的每一餐更愉快。在生活的每一餐中，我们都在无形中透露出自己的品性和态度。无论是与朋友、家人还是同事共进一餐，我们都应保持一份谦逊和体贴，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值得信赖、令人愉快的人。在与他人互动时，不仅仅是分享食物，更是分享心意与关怀，让我们在细节中关注彼此，在每一顿饭中传递温暖与尊重。希望你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和身边的人相处得更加舒服自然，看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也希望你自己能够更加宽容和理解他人，接纳不同的个性和想法。毕竟，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祝愿你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能和周围的人一起分享快乐与温暖，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好了，今儿个就唠到这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咱们下次见。